Hello， 大家好，我是 CJ，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微图旅游攻略。上一期我带大家去了解了多瑙河上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建造的桥，那我们今天接着来看看另外的几条桥，而最后的这一条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所以记得要看到视频的最后啊。从链子桥往多瑙河下游走，就会来到两条也是非常有名的桥梁，一条叫白桥，一条是绿桥。但其实这个名字是住在当地的华人所起的。白色的桥叫做伊丽莎白桥，绿桥叫做自由桥。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两座桥也被一些人称为是夫妻桥，因为伊丽莎白桥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茜茜公主桥，而被称为绿桥的自由桥，最开始的名称其实是以茜茜公主的丈夫奥匈帝国的皇帝命名的弗朗茨约瑟夫桥。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条古色古香的绿桥。这条桥也是多瑙河上的第三条永久性的桥梁，也是现在多瑙河上8条桥当中最短的一条。它的设计师是匈牙利著名的桥梁工程师亚诺什·费克哈西。而在1912年之前，匈牙利境内所有的铁路桥都是由他设计建造的。自由桥全长 333.6 米，宽20米，始建于1894年，用2年的时间就建造完成。但其实早在1868年就已经开始计划建造这座桥了，也就是玛格丽特桥开始建造的前2年。因为很明显当时的链子桥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布达与佩斯之间的交通压力了，但由于对于选址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最终的统一方案，一直拖到了1891年才拍板决定。而在1896年的10月4号，由当时的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在佩斯这边的桥头定下了最后一根银色的铆钉，这座桥也正式开通，并且被称为弗朗茨约瑟夫桥。而这根还刻着弗朗茨约瑟夫名字的前2个英文字母 FJ 的铆钉，据说已经被人偷走，并且不知下落。而二战后，在多瑙河上全部桥梁都被德国纳粹炸断的情况下，这条桥也是最快被修复好的。主要是由于这座桥只是中间部分被炸断，而桥墩到河岸两边的部分并没有完全被摧毁，这也给桥梁的重建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和费用。这座桥于1946年重新投入使用，从这个时候起，这座桥也被改名为了自由桥，象征着匈牙利人从战争中解放出来得到了自由。而这座桥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现在所看到的绿色，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自由桥其实是有些偏绿的灰色，而这座桥中间那段被炸毁的残骸一直沉没在多瑙河的河底。在2018年多瑙河的水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的时候，有市民在岸边拍到了曾经的弗朗茨约瑟夫桥的残骸。而在自由桥与链子桥之间有一座看起来比较现代的桥，这座桥就是这2座夫妻桥的另一半伊丽莎白桥，也叫茜茜公主桥。伊丽莎白桥的建造时间是在自由桥在1896年完工的1897年，便就紧锣密鼓的开始准备伊丽莎白桥的建设。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桥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叫做伊丽莎白桥，而是叫做 Ashu Square Bridge，是因为在这座桥开始动工的第2年1898年，匈牙利人非常敬爱的茜茜公主在日内瓦遭到刺杀而身亡，所以为了纪念她，匈牙利人决定把这座桥定名为伊丽莎白桥。Ashu Square 就是现在伊丽莎白桥在佩斯这边瓦茨布新建所在地的这片区域的一个旧称，而当时在这2座桥的70多份的设计方案中，有将近50份投稿是用来设计伊丽莎白桥的。而这座桥最原先也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始建于1897年，在1903年落成通车的伊丽莎白桥也并不是白色的，
通过现在为数不多的90年代初的彩色照片可以看出，其实最早的伊丽莎白桥是金黄色的，而且造型也非常的具有欧洲的古典风格，特别是桥墩的造型，一眼就能让人联想到戴着皇冠的茜茜公主。这座桥也是一战前布达佩斯多瑙河上最后一座落成的桥。在落成后的23年里，它也一直保持着全世界桥墩之间最长跨度的头衔。老伊丽莎白桥在1945年1月18日被纳粹德军给炸毁，但是却一直等到了1961年才开始重建。但是重建的伊丽莎白桥却采用了没有任何装饰的简约风格，这也使得伊丽莎白桥是布达佩斯多瑙河上唯一一座没有按照原样恢复的桥梁。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最开始的这4座桥，链子桥、玛格丽特桥、佛朗茨约瑟夫桥和老伊丽莎白桥，设计之初其实桥面是非常窄的，因为当时匈牙利还在使用马车和有轨电车，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链子桥和自由桥的桥面其实是非常狭窄的。而汽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才慢慢出现在布达佩斯的街头，而这个时候已经重新建好的前面3条桥却因为保持了原来的尺寸，所以在2战之前已经开始出现了满载的现象。再加上30年代后汽车的广泛使用，使得原本的3条桥根本无法满足当时的交通需求，所以当选择重建伊丽莎白桥的时候，因为技术的原因也没有选择恢复原来的设计，而是采用了更为简约的风格，但增加了桥面的宽度，从原来老伊丽莎白桥的只能并排通过2辆大巴的宽度，增加到了现在的双向6车道的宽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交通压力。而且在轮廓上，新伊丽莎白桥还是沿用了老伊丽莎白桥悬索桥的设计轮廓。而这座桥在布达这边的桥头选址也是非常的奇特，如果你有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如果开车走茜茜公主桥从佩斯过去布达，快到桥头的时候车辆总是要急刹车，因为伊丽莎白桥在布达这边的下桥位置是对着盖勒特山，所以为了躲开这座山，这里有一个将近90度的急转弯。这就不免会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选址的时候要把一座桥的一端选在这一个对着山体的地方？这其实也牵扯到当时的一桩贿赂丑闻。在现在伊丽莎白桥布达这边的桥头边上的这片区域，原来这里是当时布达佩斯议会一位议员的私家领地，当时他想抬高地价，从而可以在桥梁建筑公司这里因为征地而敲诈一笔，所以他故意贿赂了当时负责伊丽莎白桥梁建设项目的另一位议员和工程师，但最终伊丽莎白桥并没有选择征用他的领地，而选择了现在盖勒特山山脚下的这个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伊丽莎白桥桥头有这么个急转弯。连同上集视频给大家介绍的这4座桥，就是在1战爆发前建起来的桥，这也是当我们在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可以看到并且使用最多的4条桥。另外的4条桥分别都建造在布达佩斯的南北边。1战后，布达佩斯在1937年建成了以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桥。但2战结束后，裴多菲桥连同前面的4座桥一起被纳粹炸断，这也使得裴多菲桥成为了多瑙河上寿命最短的桥。2战结束后的1948年，布达佩斯多瑙河上落成了第6条，也是连接玛格丽特岛北边并以匈牙利马扎尔人部落首领阿尔帕德命名的阿尔帕德桥。在1993年，多瑙河上的第7座桥也是为了迎接1996年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而建造的拉科齐桥。而最后一条桥是在2008年在多瑙河北边落成的麦吉尔桥，这条桥也是多瑙河上8条桥当中最长的一条，同时也是造价最贵的一条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一条很多人不知道的桥。之前我们介绍的这几座桥基本上都是以匈牙利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来命名的。
而这条桥在二战后为匈牙利人出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条桥也仅仅用了8个月就建造出来，并且以匈牙利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来命名。这条桥叫做科苏特桥。科苏特我在之前国会大厦的视频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所以这里大家也很自然的可以联想到这条桥应该就在国会大厦附近。没错，这条桥确实就在那里，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因为德国纳粹把多瑙河上当时的5条桥全部给炸毁了，所以布达佩斯当时急需要一条桥来解决出行问题。最开始苏联红军搭建了一条浮桥，但是后来呢，事实证明在如此跨度的河流上建一条浮桥是不可行的。其实早在1880年，当时的城市规划者和开发商就一直在讨论，想在国会大厦旁边建设一条桥梁。但是当时因为有许多人认为在这里建桥会破坏多瑙河两岸的风景，所以最终没有通过。但在1945年，当时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当时的需求就是可以过河，风不风景的就无所谓了。同时也因为当时多瑙河两岸可以选择建桥的地方都已经建了桥，所以唯一可以选择的，也可以不用再进行考察和讨论的地方，就剩下国会大厦旁边的这块地了。于是在1945年6月，二战刚刚结束1个月，布达佩斯就开始建造这座桥。当时建造这座桥梁的工人们是没有工资可以收的，只是提供给他们食物，而建造这座桥的材料，木头、铁都是从许多战后的废墟中找来的。在经历了种种困难后，这座桥最终只用了8个月就建成。要知道，在此之前，佛朗茨约瑟夫桥是用了最短时间建造的桥，但也花费了2年。这条桥虽然不是最漂亮、设计最华丽的桥，但是它在匈牙利人心目中的地位一点不输给多瑙河上的第一座桥链子桥，以至于除了科苏特桥这个名字之外，许多人还称其为之生命之桥。从1946年开始，第一条被修复的自由桥投入使用，陆陆续续所有的桥梁都被修复，不显通行。而毕竟这座桥使用的材料是从战后废墟中挖掘出来，而当时匈牙利人也非常想可以把这座桥永久的保留下来，并且希望可以把它作为其中一条可以长期使用的桥梁，但最终还是因为安全的原因，在1960年这座桥被拆除。而现在在多瑙河两岸原来桥头的位置都分别设立了一座纪念碑，碑上简单介绍了科苏特桥的历史，让人们了解这条曾经的生命之桥。OK， 这一期视频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旅游又不想做攻略，那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或者你如果有任何的建议和想法，也非常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我们下期再见 ，Peace。